传统武术太极拳实战规则到底能不能打赢日本空手道？这场比赛，太极拳的代表是太极实战第一人王占军的得意弟子韩飞龙。他只靠太极八卦连环腿，就曾创下过连续30次 KO 对手的恐怖战绩。刚柔并济的太极拳法，总能打得对手苦不堪言。4两拨千斤的擒拿手更是让人防不胜防，经常以小博大。韩飞龙在15岁时便斩获了全国太极拳大赛的冠军，其打法灵动飘逸，虚实结合，观赏性极高的同时有杀伤力十足。而日本空手道的代表朝仓丰树，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他曾连续3年拿下全日本空手道大赛的冠军。而这一场比赛，他将代表日本空手道向中国太极拳发起挑战。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超级战，红方选手韩飞龙对阵日本蓝方选手朝仓丰树。对，韩飞龙呢是我国著名的太极名家王占军的亲传弟子，一直呢把这个太极的一些技战法、传统武术太极的技战法揉到现代自由搏击的这个战术里面。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朝仓丰树啊，我们发现朝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哇，转身的火灯，下劈连续的组合拳，哇，好漂亮！把朝仓丰树逼到了这个手脚。这个小日本可谓是相当的嚣张了。打比赛的过程当中，竟然还有心思来挑衅韩飞龙。但是在我看来，观众朋友们啊，这不仅是在挑衅韩飞龙，更是在蔑视我们中国武术太极拳。现在第一回合时间已经过半，韩飞龙的表现呢是相当老成，相当的沉稳。而日本选手很明显，刚刚是步子迈得太大啊，扯到裆了。日本选手的腿啊，胳膊腿都很短，所以说呢，这个步子稍微大一点啊，就容易扯到裆。看朝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朝仓丰树，我看他手拿的呀很低，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而且今天韩飞龙呢，也是充当着我们蜀汉五虎大将当中的赵云的角色。所谓子龙单骑退追兵，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拨开正蹬，反击后手之拳，近身之后一个贴身的一个抱摔。观众朋友们，我注意看日本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始终把他贱兮兮的笑容啊挂在脸上。我是想说，现在你笑得有多开心呢，一会儿就让你哭得有多惨。下劈，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应该是跆拳道里的下劈，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的这个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哇，最后1秒，韩飞龙一个压哨的太极八卦连环腿，这是韩飞龙的招牌绝技之一啊！他用这招呢，曾经连续30次 KO 对手，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就类似于这个我们中国坦克邱建良的神龙摆尾一样。你看，哇，太漂亮了，动作舒展，而且灵动飘逸。看完这场比赛，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对太极拳有质疑的想法，我觉得可以打消了啊！太极拳真正的实战能力绝对是有的。好，接下来看一下第2回合双方的较量，大家不要认错。穿着灵动飘逸的白色长裤，他是太极弟子韩飞龙，而蓝方选手啊，他是日本空手道的冠军朝仓丰树。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朝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这个时候韩飞龙一个后手的迎击，直接击中，但是同时手抄到了他的起来这条腿，然后做了一个摔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分的一个因素。今天啊，韩飞龙的擒拿手，观众朋友们用的相当不错，也是很完美的克制了日本的空手道。无论对方怎么出招，无论对方怎么打，都可以轻松的被韩飞龙啊放倒在地。当然，这其中当中也包含了很多太极拳的精髓，比如说一柔克刚，4两拨千斤。又是一个接腿摔。好，韩飞龙后扫，这
这个刚才是招仓丰树的后手直拳，韩飞龙想抓住一个机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就是韩飞龙的正蹬落空，然后招仓丰树接住之后，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有点迟疑了。看招仓丰树已经连续多次利用这种近身跳起来的袭击近身，然后今天韩飞龙真是怎么摔怎么有，只要想摔啊，这个小日本就会立马被放倒在地。不知道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韩飞龙的太极拳和对手的空手道到底谁更强呢？反正我目前看来，韩飞龙的太极拳劈挂腿。韩飞龙的这个太极拳啊，的确是招式更多啊，更加的多样化。而这个小日本子呢，他这个有点四不像了啊，不伦不类，漂亮，又一个擒拿手。方式的一个后腿的扫踢之后，被韩飞龙接住之后来一个接腿摔。既然接腿摔不得分，为什么韩飞龙要耗费时间做一下这样？这是他破坏对手进攻节奏的一种方式。出腿让你倒地，出腿让你倒地，虽然不计分，但是你倒地之后，整个身体就要调整距离，你的节奏就会被打破。是的，还是很聪明的一个打法。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到底谁强谁弱，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其实韩飞龙让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一点呢，就是他一个练习太极拳的啊，就浑身啊都是肌肉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太极拳的一个认知。我们以往觉得太极拳都是一些个老头老太太啊，身子骨很弱，但是韩飞龙打破了这一个固有的概念，这是真正的刚柔并济呀。好，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千万不要认错，白色长裤韩飞龙，蓝方选手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招仓丰树，又是擒拿手。招仓丰树的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蹬技能挡住，啊，这个是很痛很痛的。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丰树的大腿的。对对对。后脚跟直接抛到这个大腿的话，应该对手的伤害应该很大。看要回放。没有。这个对，没有大入这个镜头里。好，切进去。好，表示比赛可以继续，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我觉得韩飞龙的这个拳啊也相当不错啊，打法非常的迅猛，和我们以往所看到的这个太极拳啊，这个比划来比划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朋友们要区分的开啊，像公园里老大爷打的那个太极拳啊，那并不是实战所能用的。表演性质更多啊，起到一个健身强身健体的作用，而真正的太极拳法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韩飞龙所打出来的。好，转身边拳，再跟上顶膝，打法相当的连贯。转身后，但是幅度过于大了。双方拳法互换。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这个组合拳 KG。哇，最后一个回合，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中日对决。韩飞龙在这3个回合当中呢，我觉得第3个回合打的是最好的，而且他可能已经是动了点杀心啊，想要 KO 掉对手。最后的20秒钟，双方的结果马上就要分晓。最后10秒。再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对战日本空手道的大赛终于结束。双方的比赛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啊，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非常的精彩。
好，最终结果没有悬念，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在这一次中日大赛当中获得了胜利，非常精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德国9冠王身披9条金腰带，扬言要亲手打死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金腰带。我现在已经有9条金腰带了，第10条我打算亲手打死一个中国选手来获得，因为中国选手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病秧子，3拳打死一个绝对不是问题。他是来自于德国的拳坛杀手，出场时永远戴着一副面具，并不是伪装神秘，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杀手。平均每3场比赛就要打死2个人。他的比赛从来没有判定，只有 KO。如今已经在国际擂台拿下52连胜以及9条世界金腰带。听说他要打死中国选手来获得第10条金腰带，中国猛将欧阳锋霸气迎战。好，观众朋友注意看，马上要出场的便是我们中国拳坛悍将欧阳锋。我相信经常看金庸小说的观众朋友们啊，对欧阳锋这3个字绝对是不陌生了。但当然，那欧阳锋并不是他的外号，也不是他的化名，而是他的本名。他姓欧阳啊，名锋。好，注意看，头戴斗笠，手拿权杖，正在出场的便是欧阳锋。欧阳锋在国内的话也是非常厉害啊，28战27胜。就在前2个月啊，他在日本的东京啊拿下了一条金腰带。我们注意看后边举的这条腰带，正是他在日本拿下来的，也是继妖刀魏睿以及刘策第3个在日本夺冠的中国选手。好，赛前欧阳锋呢，为了避免和对方啊会发生意外情况，也就是说呢打出命案，所以说早已经签下了免责合同，早已签下了传统的生死状，签字画押，计分高低，也决生死。好，比赛开始，看一下红方选手欧阳锋，蓝方选手德国悍将帕斯卡。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太兴奋了，千万不要错过！哇，生死对局，高手对战高手。哦，要小心！哦，这是地板有些滑吧？这2个人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对方呢是偏泰式和一些个部队的搏击，而欧阳锋呢是纯粹的散打和自由搏击。这场比赛我从局面上来看呢，对欧阳锋来讲很不公平啊，压力自然是不小了，因为帕斯卡的身高、臂展还有腿长都很恐怖。漂亮，连续击服。欧阳锋是一个拳商极高，而且打法非常绵密的选手啊，他能黏住你，而且进攻的频率很高啊，和日本的这个顶级选手武尊的风格呢稍微啊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之处。欧阳锋的拳法的确是非常绵密，漂亮！哇，抓住对方啊，所有的进攻空档。只要帕斯卡稍微敢一出手，哦呦，稍微一出手，我们的反击立马给上。这场比赛欧阳锋的战术就是打反击。感觉帕斯卡在欧阳锋的面前呢，就像是一个身体不太灵活的老头，每一个部件好像都生锈了。而欧阳锋我们看，哇哦，非常绵密，就像雨点一般砸在对方的身上。基本上帕斯卡出1拳，欧阳锋能出3到4拳。好，注意看，漂亮前摆哦，最后1秒钟的时候，明显帕斯卡被打晕了一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铃声救了对方1条命啊！再给10秒，不用10秒，就5秒，欧阳锋都有机会啊，可以 KO 对手。
好，第一回合很明显了，欧阳锋在局面和点数分数上那优势满满。我们来观察一下欧阳锋的刚刚的精彩回放，只要对方稍微一出手，欧阳锋抓到对方的这个空档，速度很快。没有错，这里就是最后1秒，明显是一个后直给对方打晃了。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不要错过。欧阳锋1997年出生，27岁很年轻。我觉得再打个5、6年的确是没问题。这个帕斯卡以前并不是一个拳击手以前是一个职业杀手没有错，你可以雇佣他，然后去刺杀别人。当年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据说是从未失手，但是他听说呢，打拳击赛可以挣得更多他便来打拳了。而且帕斯卡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手次数呢并不多但每一下都是打对方的命门或者要害。由于欧阳锋现在的反击呢打得太准了，帕斯卡是不敢轻易出手。哎呦，只要敢出手，他的这个空档立马露出来。好，一次读秒，对方帕斯卡并不认可这个判定，但是很明显他被打倒了。双方第2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漂亮，轻松摇闪，欧阳锋身材太灵活了，有机会，有机会。哎，怎么不打了呢？哎呦，欧阳锋能感觉到他这样多打一会儿并不想那么轻易的结束比赛。看来今天他是有一些想要调理这个帕斯卡的意思。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日本，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在国内打，因为像这种生死对抗赛我们国内是不太提倡的好漂亮，前手，后直前摆，后摆，帕斯卡又有些晃，哎呦，总是在这个时候，马上有结束的时候，欧阳锋能抓住一个机会。好，比赛第2回合结束，我觉得今天KO 的概率，观众朋友是很大的，主要欧阳锋想不想去 KO 他了。好，那么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最后1个回合的精彩表现，看一下欧阳锋能不能 KO 这个德国9冠王。忘记提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对方是9冠王，赛前身披9条世界级金腰带非常的唬人，非常的吓人。左胳膊挂4个，右胳膊挂4个，腰上挂1个，一共9个。这一次他打算要战胜中国选手，拿下第10条然后戴到脑袋上，好漂亮！欧阳锋这种绵密的进攻呢，的确让对手感到非常的窒息。压的帕斯卡现在是喘不过气来。如果说帕斯卡是一个职业杀手习惯一击毙命，而欧阳锋更像是一个行刑者，叫人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很难受。
漂亮！再来。注意时间，最后一个回合还有1分半的时间了。我还是希望欧阳锋呢能够 KO 对手。好，这下是推倒，并不是击倒。总感觉欧阳锋现在是故意呀，在拖延时间啊，故意呢在不去 KO 对手啊，他在折磨对手。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因为有很多机会。欧阳锋并不是没有把握住，而他不想打。这比杀了对手还要难受啊！好，最后30秒钟。哇，对方已经不行了！哎呦，这怎么自己把自己给摔倒了？如果加赛一局的话，我都生怕对手啊真被打死。好，比赛终于结束。那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可以说是毫无争议啊，一点争议都没有。因为欧阳锋的优势和局面优势啊太大了，分数上更是不用多说了，一拳又一拳像雨点一样打在对方的身上。好，恭喜欧阳锋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是终结了对方的52连胜，同时也让对方的10条金腰带泡汤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人话不能说太满啊，赛前牛皮啊不能吹得太响。那么恭喜欧阳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中国选手一出场，全场的老外都惊呆了，各大知名频道、各大媒体都抢着来转播这一场比赛，因为这是第一次有身高2.2米的中国巨人来挑战美国拳坛。曾经在美国篮球界有一个东方巨人姚明打出了名气，让老美知道了中国人一样可以制霸 NBA。如今又来了一位神秘的中国巨人，向美国拳坛发起冲击。我们看视频当中这个身材魁梧的巨人，他就是董建军，身高2.23米，臂展2.19米，绰号泰山。听说董建军的到来，美国的各界名流大咖、世界级拳王都前来观赛，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到底有怎样的本领。我们再看视频当中现在的老外，就是董建军本场比赛的对手艾利克斯，身高1.93米，臂展1.95米。这个艾利克斯可谓是信心满满，因为他相当的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还在公开的场合羞辱我们中国人是瘦弱的猴子。无论长得有多高啊，在他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所以说本场比赛他是主动申请来做董建军的对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董建军到底有怎样的本领。好，费特，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啊，在身形上的差距，这可不是一丁半点儿啊！董建军高了对方啊将近30公分。其实董建军最开始呢，他还真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啊，但是后来他发现啊，自己对传统武术啊，对这种搏击啊更感兴趣。所以他便自学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啊，包括散打，包括像韩国的跆拳道，他也学过。美国选手艾利克斯，他嘴巴非常的硬，但身体啊，我们看非常诚实。比赛刚一开始呢，他把这个距离啊把控得很远啊，打得很猥琐，很谨慎。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一个身高2.2米的东方巨人啊，站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我相信，都会被这种气场吓到。好漂亮，打晃了，简简单单的一个前手，对方刚刚这个眼神啊，已经有点迷离了。董建军他是居高临下，打得很舒服。好，倒了。但这一下应该是董建军啊把对方给压倒啊，并不是击倒，没有给到读秒。哎，干什么？观众朋友们，他把比赛要打成这个综合格斗吗？他想摔董建军，有点意思。其实我们别看董建军啊长得这么高，但实际上仔细观察他的步伐呀非常灵活。当然了，这要归功于他曾经的篮球训练，因为篮球运动员的脚步和步伐都是非常的花哨啊，跑得也都很快。哦呦，前手倒了，很清晰，这绝对是一个读秒。好，现场裁判也完全没有包庇对方。哇，只是一个前手，观众朋友们，轻轻的那么一点啊，那么一动，对方就倒了。我甚至感觉刚刚董建军啊，可能发力还不到30%啊，还不到30%的力，可见董建军的力气有多么的恐怖。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董建军一会儿啊全力打出一拳，会是怎样的感觉。你看，很轻的啊，轻轻的一拳。而且刚刚这一拳也很快啊，的确是不好防。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已经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埃里克斯，美国选手会不会改变战术？能感觉到他是想往里冲，想打内围。哦呦，轻轻一碰，哈哈，轻轻一碰啊，又倒了，什么情况？你要困了你就回家睡觉去啊，这个找老婆孩子睡觉去啊，别在这块打拳了。这个美国选手埃里克斯啊，我严重怀疑他学习过日本的空手道，这拳法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啊，打得很凶，就是打不着人。哎，什么情况？我们这个谈笑间啊，他又倒了。你看，把这家伙累的满身都是汗水。漂亮，前手又打晃了，又倒了，又倒了。哦，但这一下裁判没有给到读秒，也算是照顾对方一下。现在美国的埃里克斯啊，他已经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术上打技术啊绝对打不过了，所以说便背水一战，玩了命的啊，大力摆拳。哎呦，倒了！这一下裁判你还怎么包庇？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观众朋友们。这位神秘的东方巨人，他今天让我们见识到了他的风采。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董建军这一拳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前手啊！这场比赛董建军的后手拳啊还几乎没打。要身材有身材，要技术有技术，观众朋友们，这简直就是无敌了！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黄种人的骄傲。好，恭喜董建军，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无耻的韩国选手在和我国选手奥尔格勒掰手腕时，在已经输的情况下还恶意打人，这一幕让无数中国观众感到愤怒。虽然说规则允许，但下这么重的手明显是故意而为之。
在结束之后，奥尔格勒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但他始终压制着心中的怒火，没有当众发飙。当时我很生气，我一直压着火，到现在我还是压着火，不跟他闹。这个行为龌龊的男子名叫全亚律，在接受采访时，他竟然公开表态，输赢他根本不在乎，他的目的就是要打中国选手，无论对方是谁。看着对方在得逞之后露出了得意洋洋的表情，双方团队不欢而散，各自回去为接下来的实战做准备。而韩国棒子的队友还在为他刚刚龌龊的行为沾沾自喜，而我们中国选手在车上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真的是没有想到，竟然让韩国人给欺负了。这换成我去，多瞎了！整个我们中国队都觉得很过分，就是太不礼貌了。双方团队到达了实战场地，各自准备接下来的实战对决。而为了使第一场比赛能够顺利拿下，打响一场开门红，我们中方团队直接掏出了一张王牌——严晓楠霸气出战。严晓楠目前在国际擂台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仅次于张伟丽，碾压其他一众的国际高手，是目前 UFC 女子草量级别排名世界第一。而韩方团队这一边也派出了自由练习跆拳道的美少女，比赛还没开始，他就狂言他会 KO 严晓楠，就是太不礼貌了。我觉得他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严晓楠可以说是十分的自信，连护具都没有带，双方的队长都在台下紧张的关注着。比赛中的严晓楠更是没有令我们失望，在不带护具的情况下，单方面吊打韩国的美少女，不仅多次把对手打趴在地，还让对手的鼻梁遭了殃，当场踢断。最终也只能以狼狈的场面收场，输掉比赛。这一下不仅让韩国团队颜面扫地，更是让韩国队长全亚律皱紧了眉头。不过赢得比赛的中国选手严晓楠赛后的发言却非常的谦虚，我也想帮助他慢慢提高，认真教他。而韩国团队为了扳回一城，也掏出了自己的王牌，一个重磅级选手，他就是金在勋。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表示自己是日本山口组的成员，也就是混黑帮的。不过早在半年之前，他曾和我们的中国选手奥尔格勒有过一次交手，只不过当时输得相当的惨，不到半分钟就惨遭 KO。不过这一次他信心满满，表示自己是要为韩方团队扳回一城。而面对金在勋，中国选手张建军表现得丝毫不惧，在接受采访时也是相当的自信。你想准备让爱豆。好，观众朋友们，这场重磅级的中韩较量已经开始了。很好辨认啊，红色短裤张建军，而黑色裤衩韩国的金在勋。这场比赛我们打金在勋的话是有着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中国团队队长奥尔格勒呀2次击败过他，所以说对于这个金在勋呢，他的打法跟风格都是很了解的，知道对方的弱点啊，他的命门在哪里。而且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奥尔格勒仅用了不到半分钟把对手打得躺尸擂台。这边奥尔格勒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喊了，告诉张建军该如何行动。而我们注意看，韩国团队这边也没闲着，在给金在勋不断的布置战术出一些个阴招损招。金身的肉搏，一个是满身肥肉，一个是浑身肌肉，谁更强，那暂时不会多说了。张建军本身就是练习摔跤出身，所以说是有童子功的，贴身肉搏完全不怂对手。好，双方的拼拳。两次输给中国选手，让金在勋不仅面子挂不住，而且在韩国黑帮的帮派内部他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也遭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严晓楠这边也在出招，
在上场比赛啊，我们也看到了严小楠的实力，将这个韩国的美少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啊，那叫一个解气呀。好，进地面了，不过张建军形势不太好，他处于下位。其实相较于格斗来讲啊，张建军最拿手的并不是打拳击啊，他是一个健美的职业选手。所以说我们看张建军的身材呢非常的不错啊，肌肉块头非常的扎实。好，想左腿，错过了一个好机会。毕竟是半路出家，所以说这个柔术啊并不是那么的顶级。我们看处于下位的张建军啊，在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因为属于上位的这个金在勋呢，他太肥了，他甚至不需要出拳，只是压在我们的身上啊，就让人有点受不了了。哎，这边裁判终止了比赛，告诉张建军呢，应该是让他呢积极反击，如果再不反击的话，可能会判输了。这个裁判也相当出名了，可以说在世界上最大的格斗赛事——综合格斗赛事啊，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影子。何伯蒂恩，漂亮哇！前手有打晃，台下的中国团队已经相当兴奋了。哦，小心这一拳，张建军是轮空了。作为一个重磅级选手，拳头轮空啊是很危险的。我们看金在勋，哇，疯狂的打拳。我们看他这个不是打拳啊，这像这个野狗刨土一样，看起来很凶，拳头密度也很高，但是每一拳都落在了张建军的防守上啊。打了，但是又相当于没打。好，拳速慢下来，打累了，想靠一下休息一下，被一把推开。这下要换成张建军进行反击了。作为一个重磅级选手啊，刚刚一连串的输出，体能下滑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韩国选手金在勋呐，他没劲儿了。上勾前摆，连续的输出，好漂亮，有些晃了。两边团队都很兴奋，这才是拳法全方位的立体打击，有击斧，有爆头，有左有右。好，不行了，软了，这个时候已经软了，裁判介入，比赛结束。这是韩国的黑帮打手金在勋呢，以3次输给中国选手。我们看韩方团队和韩方的队长啊，都相当的恼火了。没办法，这就是你们赛前啊欺负我们的下场。在那种场合呀，我们不和你们斤斤计较，但是在真正的搏击擂台上，我们不可能手下留情，也不可能输给你们韩国人。好，让我们恭喜张建军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也恭喜我们中方团队啊，这简直就是吊打呀！再次恭喜，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日本人呢，我就想笑。打中国选手之前他是这样的，可是打完之后，我们看他门牙竟然被打掉了4颗，就在刚刚还被中国小伙大脚踩脸，活活踩断了门牙。这下好了，不仅说话漏风，估计连吃饭和喝水都成问题了。他之所以这么惨，观众朋友们要怪就怪他自己作死，竟敢在媒体面前对着我们中国选手当众吹牛。明天我将会在擂台上展示我最拿手的日本柔术。我希望中国选手能够洗好脖子，我会用这一招掰断你们的脑袋。所以我劝你们最好是提前洗好遗嘱，留好遗言，埋好坟地。徒弟背叛师门，上门踢馆，点名要打师傅。这是一场清理门户的裸拳踢馆大战。踢馆当天全球直播，超过600多万人观看了直播，甚至还登上了英国的报头条。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这家拳馆的老板名叫德卡，他曾经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拳坛名将。
如今已经45岁，早已退出江湖，并开办了一家武馆，将自己的拳术传授给下一代。他的逆徒名叫丹尼·克里斯特，作为德卡最得意的弟子，他最近风头正盛，以势不可挡之势拿下了世界最大的裸拳赛事 BKFC 的冠军，一时间风光无两。这原本是一个逆袭的故事，穷小子蜕变成为世界冠军，他原本应该感谢师父，感谢父母。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子竟然在媒体面前否认德卡是他的师父，并且拒绝支付任何训练费用。最可恨的是，他将公开表示自己喜欢德卡的老婆，也就是他的师娘。愤怒的德卡向他下了战书，表示要自己亲手清理门户。我们注意看，在比赛开始之前，德卡还在和他的弟子丹尼·克里斯特进行争吵。这场比赛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各自带了一名裁判来到了现场。我觉得这是非常公平的啊！比赛的场地就是德卡的拳馆，当然了，这也曾经是丹尼·克里斯特曾经的辛苦训练的地方。德卡在这里把自己的心血自己的所有的心得呀、技术全部交给了丹尼·克里斯特，没有想到喂出来了一个狼崽子，还真是个白眼狼。好，比赛开始，注意看，穿着背心的便是德卡。这是一位曾经的拳坛老将以前也是打裸拳的，所以说呢，德卡也是一个狠人。哦，很重这一拳。德卡绝对是狠人，我们看他的手上完全没有带任何东西，最起码丹尼·克里斯特还缠了一个布条。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些人正在拿着手机进行直播，没有错，本场比赛是全球直播。应该是被打断了。什么情况？丹尼·克里斯特跑了，回过头来还是不服，还在打着嘴炮，但明显这场比赛他输了。这场比赛也算是了结了一桩恩怨，德卡最终战胜了这个逆徒。这场比赛赛前约定好了如果德卡能打赢丹尼·克里斯特必须道歉，并且把全部的这个训练费用给补回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场比赛我只能说可以说是非常的悲哀。我相信德卡他也不愿意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但没办法，这个逆徒实在是他的反骨实在是太多了人重180斤，反骨179斤呐。好，比赛到此结束。对此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咱们在评论区欢迎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